以前随处可见的萤火虫现在消失不见了。有人说，其实萤火虫一直都在，只是人类住宅的灯光和路边的灯光太亮，让它们适应不了，就迁徙到别处生活了，所以才看不见。也有人说是气候环境变了，让它们无法生存，所以就消失了。现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萤火虫之所以发光，是因为在它的屁股发生了一种化学反应。萤火虫的发光部位主要包含荧光素酶、荧光素、氧气、镁离子、线嘌呤、核苷三磷酸等物质。这些物质混在一起，经过一种高效生化反应，就可以产生冷光。萤火虫是一种完全变态的生物，这当然不是贬低的意思，而是说它从出生到成年，身体形态一直都在发生着变化。大部分萤火虫从虫卵时期就已经在发光。成虫期的萤火虫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繁衍下一代，无论是雌萤火虫还是雄萤火虫，为了寻找到伴侣，都会努力让自己发光。不同种类萤火虫的光都不一样，虽然人类辨别不出来，但它们可以通过闪烁模式来进行识别。一般情况下，雄性萤火虫飞得都比较低，而雌性则是在树上比较高的地方。雄性通过控制自己腹部发出求偶的闪烁信号，如果雌性也看得上它，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复雄性，然后雄性就跟着光芒飞过去，找到最后的归宿。萤火虫为了完成繁衍使命非常拼命，很多时候都不会再像幼虫时期那样大口吃肉，而是在花朵上随便吃点花粉或者花蜜，因为它们要把时间节省出来寻找配偶。有些雌性萤火虫为了填饱肚子，甚至会通过闪烁信号将雄性吸引过来。雄性以为这是雌性在求偶，没想到雌性却把它当成了食物。其实，在萤火虫的一生中，成虫阶段就是最美丽的时刻，因为它们成群结伴在空中飞着，点点微光让人间成了仙境。然而，这个阶段也是它们命最短的时候，因为当它们完成了生育任务之后，它们也会死去。也有一些人不喜欢萤火虫，因为他们觉得萤火虫是害虫，会破坏地里的庄稼，应该被消灭。那么现实确实如此吗？不少人认为萤火虫是害虫，但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傅新华教授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他发现萤火虫主要吃蜗牛、蛞蝓这些虫类，这些虫类专门吃农作物，萤火虫以它们为食，其实还是保护了庄稼。然而，萤火虫的贡献还不只是消灭了害虫这么简单，同时它也能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气候环境。萤火虫的生命是极其脆弱的，所以它们对生活环境的空气、水质、土壤、植被、湿度、温度等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如果一个地区有很多萤火虫，那说明这个地区的自然生态还不错。但如果曾经有萤火虫，但是后来萤火虫消失了，那么说明这个地区的环境开始出现了问题，需要注意起来。所以这时候萤火虫就起到了一个生态调查员的作用。然而就是这样对人类有帮助的益虫，如今却消失了。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以前的农村每到夜晚，四周都是特别安静，屋外都是回荡着青蛙和蟋蟀的叫声，空气也很清新，深吸一口气完全不用担心汽车尾气。但是现如今，哪怕在农村，路上也是总有车辆经过，噪音、尾气，这些以前只属于城市的东西，现在在农村也是随处可见。就像上文说的那样，萤火虫对环境极其敏感，温度、湿度、空气质量发生了改变，都会影响到它们。而如今的气候环境，哪怕是人类自己也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确实变了，所以那些萤火虫也就不见踪影了。萤火虫灭绝了吗？自从农药在农村推广之后，农民几乎每年都会在庄稼上喷洒农药。农药确实有点用，灭掉了虫子，保住了产量。但是用农药灭害虫基本上都是无差别攻击，不管害虫还是益虫都被消灭了，其中当然也包括萤火虫。然而更糟糕的是，其他害虫长时间受农药毒害之后还会产生抗药性，但是萤火虫并不会，它们只会一批批死去，最后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其次就是光污染，就像上面说的，萤火虫是通过它们的光芒寻找配偶的，这就意味着它们适合黑暗的环境。但是现如今城市里灯火通明，哪怕是在农村，有些也是到处点着灯，这就严重影响了萤火虫之间的交流，它们找不到配偶，自然就没有机会繁衍下一代。
其实，虽然现在萤火虫虽然很少见，但是在一些偏远农村还是能够看到几只，但是在城市就真的是绝迹了。然而，正是因为这样，城市反而对萤火虫有很高的需求量。在城市，有一些人会大量购买萤火虫，然后在公园或者婚礼上把它们放出去。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营造氛围，但就是因为他们有需求，所以另一些人就会捕捉大量的萤火虫进行售卖。然而，城市的环境根本不适合萤火虫生存，所以这些放出去的萤火虫很快就会死去。可能有人觉得这些萤火虫完全可以飞去离城市较远的地方生存，但是有研究表明，萤火虫并没有迁徙的能力，它们只能在100米范围内活动，世世代代如此。所以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地方的萤火虫消失了之后就很难再次看见了。而萤火虫的消失让人类意识到失去了曾经舒适的自然气候。除此之外，还有文化方面的损失。曾经我们学过囊萤映学，从此对发光的萤火虫锦囊充满好奇。很多古代诗人都在诗中描写过萤火虫，比如李白脱口而出：雨打灯难灭，风吹色各明。若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还有杜牧也说过：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这些千古绝唱不仅让这些诗人名噪一时，更让后世对那种奇妙的场景充满向往。然而，像这样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灵，有一天却因为我们而消失了，这该是一件多么让人遗憾的事。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